大家好，我是魏之超。今天要为大家深度解读的书叫做《末日时代》，副标题是精英、反精英与政治解体之路。作者是彼得·图尔钦，是一位在牛津大学和维也纳复杂科学中心工作的复杂性科学家。这本书可能揭示出了今天美国社会最深层的矛盾。读完它呢，你也许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今天的美国社会会撕裂到如此严重的地步，为什么一拨人恨不得把川普千刀万剐，另一拨人却投票把他送进白宫。我们平时看到的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对抗，左翼与右翼的骂战，也许只是水面上的浪花而已，而在水面之下真正暗流汹涌的是另外一些东西。图尔钦在这本书里提出的核心观点一言以蔽之呢，就是如果一个社会同时集齐了精英过剩和民众困窘这两颗龙珠，那么这个社会离大动荡甚至离大崩溃就不远了。写成公式的话，就是社会崩溃等于精英过剩加民众困窘。而今天的美国恰恰已经集齐了这两颗龙珠。这可不是事后诸葛亮，不是马后炮。2010年，顶级科学期刊《自然》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展望未来10年。图尔钦就在这个专辑里发表了一篇文章，他白纸黑字地写道，根据他的数据模型，美国将在2020年前后迎来一次政治不稳定的高峰。结果10年之后，就在他预言的那个时间窗口上，2021年1月6日，一群人冲进了美国国会大厦，举世震惊。美国政治的两极化可以说就是在国会山事件达到了南北战争以来的最高点。那为什么图尔钦能够提前10年就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呢？因为他做了一件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人做过的事，他用一套解析大数据的数学工具去分析人类社会的崩溃。他和他的同事们创建了一个叫做历史动力学的研究领域，他们用大数据的方法去梳理过去5000年的人类历史。结果他们发现所有的复杂社会，无论是古代的中国、中世纪的法国还是现代美国，他们都会周期性的陷入严重的政治动荡，而驱动这种动荡的是同一组基本力量。这组力量呢，就是前面说到的那两个变量。第一个变量大家肯定都不陌生，那就是底层民众的日子越过越苦。但是第二个变量可能就会颠覆很多人的直觉了。图尔钦发现真正把一个社会推向悬崖的其实不是底层的愤怒，而是精英的过剩。更加准确的来说呢，是那些失意的不得已的精英的愤怒与底层的愤怒发生了共振，这种共振才会激发出真正可怕的颠覆性的力量。今天的美国舆论花了大量的笔墨去关注铁锈带工人的困境，去关注白人蓝领的失落，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美国的精英阶层其实也正在变得越来越拥挤，越来越窘迫。而这件事情有多危险，恐怕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所以今天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就展开来聊一聊社会崩溃等于精英过剩加民众困窘这样的一个公式是怎么样解释今天的美国的。我会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精英过剩这样一个更少被人注意到的变量上。我们沿着图尔钦的思路走下去，就会碰到一些非常出人意料但又完全在情理之中的结论。比如说，你猜美国历史上最像川普的总统是谁？居然是林肯。这两个人之间的相似之处听完之后你可能会觉得有点背脊发凉。那最后呢，我们也会结合历史上的数据来看一看美国的未来可能会走向何方。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快速的过一下公式里的那第一个变量，民众困窘。这个变量其实不复杂，一句话就能概括，那就是从197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这块蛋糕一直在变大，但是普通工人分到的那一份却停止增长了，甚至是在缩水。图尔钦用了一个指标叫做相对工资，就是把普通工人的工资除以人均 GDP。在1960年代之前呢，这个比值是一直在稳步上升的，美国工人活得越来越好。但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这条曲线就掉头向下，到了2010年前后几乎就腰斩了。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果实越来越多的流向了顶层，普通人能够分到的比例比50年前少了将近一半。这种经济上的收入上的恶化，甚至直接反映到了美国人的身体上。18世纪的时候，美国人是全世界最高的人群，这个身高优势一直保持到了上世纪60年代。从那以后，美国人就不再长高了，而同时期的荷兰人、瑞典人、德国人还在继续长高。今天全世界最高的人群在北欧，不在美国。
更加严重的是，美国人的预期寿命在新冠疫情之前就已经开始下降了。有2位经济学家通过一项研究发现，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从2014年开始连续下降了3年，这是从1933年有完整的统计记录以来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酗酒、药物过量导致的死亡以及自杀，在没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当中急剧飙升，这被称为绝望之死，已经成为今天经常能够在美国媒体上看到的一个词。所以你看普通美国民众的处境在最近的半个世纪里是在明显恶化的，这一点是很多研究者的共识。不过呢，穷人越来越苦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的洞见。从马克思开始就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讲这个故事了。我觉得图尔钦这本书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不是这一个变量，而是他那个公式里的第2个变量——精英过剩。那什么叫精英过剩呢？图尔钦在书里说了一个抢椅子游戏的比喻，有10把椅子代表10个权力位置，比如说参议员的席位、大公司 CEO 的位置、高级律所合伙人的席位。这个抢椅子游戏就是要抢这样的一些位置。那音乐一响起，一群人就围着椅子转，音乐一停下，每个人就要去抢1把椅子坐下。那一开始呢，场上有11个人，有10把椅子，10个人坐下了，1人出局。竞争虽然非常激烈但是规则还能够维持。但是慢慢的，椅子的数量没有变，玩家却越来越多，从11个人变成了20个人，再变成30个，椅子还是那10把，赢家永远是10个，但是输家从1个变成了10个、20个。更加关键的是，当挤在椅子旁边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有些人就开始耍花招了，音乐还没停就提前坐下去，或者一屁股把别人从椅子上挤下来。规则开始崩坏了。图尔钦说，当你决定打破规则去抢椅子的那一刻，那恭喜你，你就从一个精英候选人变成了一个愤怒的反精英，一个准备掀翻桌子的人。反精英是这本书的关键词我们一会儿会再展开。图尔钦说，在美国，这样一个抢椅子失控的场面已经变成了现实。我们可以从2条线来看。第一条是财富精英线。1983年的时候，经过通胀加权后，全美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家庭只有 6.6 万户，而到了不久前的2019年，这个数字变成了 69.3 万户，翻了10倍还多。而同时期美国家庭总数只增长了 53%。精英阶层为什么会在这个阶段暴增呢？答案是它和民众困窘其实是同一台机器的2个产物。图尔钦管这台机器叫做财富泵，就是把财富从穷人那里吸到富人那边。它的运作机制并不复杂。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同时受到了3股力量的冲击：婴儿潮一代集中的涌入职场，大量女性开始参加工作，以及移民的涌入。与此同时呢，全球化把制造业岗位转移到了海外，自动化和机器人又取代了一批低技能的岗位，劳动力就供过于求了，工人的议价能力大幅下降。偏偏在这个时候呢，保护工人的那些制度又被拆掉了。这是从里根时代开始的，工会被系统性的打压，联邦最低工资也被通胀不断的侵蚀，结果工人的集体谈判权就名存实亡了。结果就是经济这块蛋糕还在长大，但是工人分到的那一份就停止增长了，增长的果实几乎全被顶层截获了，底层变穷了，这就是民众困窘。但与此同时呢，顶层也变挤了呀，越来越多的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想要跻身权力阶层，去抢那10把椅子，这就是精英过剩，一台财富泵2个出口。而且呢，这里边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陷阱，那就是在这个财富泵运转的前提下，经济越增长，流向顶层的财富就越多，制造出的过剩精英就越多。经济增长并不是灭火器，反而是往火里浇油。在这样一个大大膨胀了的超级富豪群体里总有一部分人会想要政治权利，但是国会的席位没有增加，州长的数量没有增加，总统还是只有1个所以呢，那个抢椅子的游戏的难度等级直线拉升。1990年的时候，一个众议员候选人赢得选举平均要花40万美元，到了2020年就涨到了235万美元。参议员的对比更加惊人，从390万涨到了2700万美元。还有一个对比也很能说明问题，就是那些自掏腰包参选的富豪也越来越多。
2000年花100万美元以上自己的钱来竞选国会席位的候选人只有19个，到了2018年就翻倍到了41个。每2年一次的选举就是一轮抢椅子，玩家越来越多，赌注越来越大，那么理所当然的规则也就越来越不受尊重。2016年共和党总统初选，就是川普第一次参选的那次，17个主要候选人同场混战，这是史上最多。候选人们竞相说出最耸人听闻的话来争夺媒体的眼球，那些不肯放飞自我的严肃候选人反而一个接一个的出局。这就是抢椅子游戏的难度飙升之后理所当然会出现的样子。这就是财富精英过剩的这条线。而第二条线呢，更加隐蔽，但也许更加危险，那就是学历精英过剩。美国社会有一个很根深蒂固的信念，上大学就能够改变命运。在上世纪50年代，这基本上是对的，因为当时只有不到15%的年轻人上大学，拿到学位几乎就等于是一张中产阶级的入场券。但是今天呢，2/3的美国年轻人都在上大学，椅子还是那些，但是入场玩游戏的人翻了好几倍。那怎么办呢？那就只有加码读书，那就只有学历贬值嘛。今天你要想在精英圈层出人头地，那你就得读研究生、读法学院、读博士。1960年到1970年，美国大学授予的博士学位翻了3倍，从不到1万暴涨到3万。法学院的招生规模在1955年到1975年之间也翻了3倍。但问题是，需要这些高学历人才的岗位根本就没有同步增长。美国法学毕业生的起薪分布在2000年前后发生了一个很惊人的变化，它从一个正常的单峰的类似于正态分布那种情况裂变成了一个双峰的分布。右边那个尖峰的起薪收入呢是在19万美元，大约占毕业生的20%。这些人就是那些进了顶级律所的人，他们是人生赢家。而左边那个尖峰呢是在4.5万到7.5万之间，占毕业生的1半。而他们中间几乎是空的。你可能会说4.5万到7.5万的起薪也还不错啊，但很要命的是2020届法学毕业生当中有1半人背着16万美元以上的学生贷款，1/4超过20万。这就意味着左边那1半人不但没有成为精英，反而沦为了背着巨额债务的高学历无产者。很多法学院毕业的精英居然注定几乎一辈子都没有办法从他们的债务泥潭里爬出来。听起来很像是天方夜谭啊，但已经是事实了。图尔钦的团队通过研究发现，这种高学历不稳定阶层在历史上恰恰是对社会稳定最危险的群体。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革命到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这种学历精英过剩都是核心驱动力。而在所有的职业当中，最容易产生出革命领袖的是哪一个行业呢？就是律师。罗伯斯庇尔是律师，列宁是律师，卡斯特罗是律师，甘地是律师，林肯也是律师。林肯怎么也算是革命领袖呢？我们一会儿会说到的。那你现在再想想前面那个庞大的美国法学院高学历无产者大军，也许下一场美国大革命的领袖就已经在其中了。那到这里你可能还是觉得精英过剩只是苦了那些输家嘛？但是图尔钦指出了一件更加微妙的事情，那就是精英过剩不仅制造了大批的失败者，它其实连赢家的心态都一起毒化了。图尔钦在书里引用了心理学家罗伯特·伊凡斯对美国顶尖私立学校的研究。伊凡斯说，美国这几年变化最大的是精英阶层家长的焦虑。这些家长在自己的职场上是呼风唤雨的，习惯了什么事都能够搞定。到了培养孩子，在孩子的教育上呢，他们也用了同样的方式。他们在孩子身上花钱施压，调动一切资源。他们试图为孩子打造一份让哈佛这样的顶级名校无法拒绝的简历。但这背后是什么呢？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报道就说得很明确啊，这背后是这些家长们深刻的恐惧。这些人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暂时是安全的，但是他们真正害怕的是自己的孩子可能守不住这个位置。抢椅子游戏正在变得越来越残酷，即使上了好大学，也未必能够保住一个精英阶层的席位。他们拼命的鸡娃，不是为了让孩子往上爬，而是害怕孩子往下掉。我读到书里这一段的时候挺诧异的，你真的是在说美国吗？怎么跟我身边的这些家长一模一样啊？书里还写到了2019年爆出来的那个美国大学招生丑闻。
你可能有印象啊，就是媒体曝光有一批富豪家长花几十万美元行贿，把孩子塞进斯坦福、耶鲁、乔治城这些顶级名校。不是都说发达国家都特别讲规矩吗？怎么也这样呢？图尔钦说，这就是抢椅子游戏残酷化的表现嘛。当竞争达到极端，那选拔出来的就不再是最优秀的人，而是最不择手段的人。极端竞争不会优化精英阶层，只会腐蚀规则，摧毁社会合作，带出精英最黑暗的一面。而当这种极端竞争的压力压到了年轻一代身上，它就会制造出一种非常特殊的人，我们前面提过一嘴的反精英。图尔钦在书里虚构了一个人物，叫做简 Jane。他说简这个人物虽然是虚构的，但他保证每一个细节都有大量的真实原型。简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出生于曼哈顿上东区的富裕家庭，父亲是纽约一家顶级律所的高级合伙人，母亲是 MoMA 的董事。简从小上的就是纽约最顶级的私立学校，但是那段经历对他来说不是什么金光闪闪的童年，而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在那里，所有的孩子都在虎妈虎爸的驱赶下疯狂内卷，他们刷 GBA 攒课外活动，一切只为了能够上常春藤。有一个学生拿了一个 A 减，家长就去找老师骂了40分钟。简焦虑到连续几个月睡不着觉，最后靠吃安眠药才能够入睡。他最终如他父母所愿考进了哥伦比亚大学，但进了藤校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站在一条毫无意义的人生赛道上。接下来的剧本他一眼就能够看到头，4年本科，3年法学院，然后是无尽的加班。然后呢，简的父亲替跨国公司打官司的工作让他觉得很无聊，有时甚至觉得非常邪恶。他们替一些无良的大公司辩护，损害了很多普通人的利益。他转专业去学了拉美历史，他跑去了危地马拉的一个农村住了3个月。那里的人都非常穷，一周都吃不上几次肉，但他们非常的热情慷慨，愿意把仅有的东西和他分享。这个世界和他从小长大的那一个充满焦虑、疯狂竞争的世界形成了非常强大的反差，令他感觉到非常震撼。回到美国之后，他变了一个人。他加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激进学生组织，后来参加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警察清场，他亲眼目睹了一个参加过伊拉克战争的退伍老兵被警察用橡胶子弹打碎了头骨。这次经历彻底地改变了他。以前的革命理想只是抽象的，从那以后就变成了他私人的。他彻底变成了保守主义者口中的极端白左。他加入了反法西斯运动，参与那些反右翼极端主义的活动。但是不久之后，他的人生就出现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转折。他居然回去读了耶鲁法学院，但他不是为了成为他父亲那样的公司律师，而是为了拿到一张进入政坛的入场券。他计划毕业之后去竞选地方检察官或者市议员。在他看来，毛泽东说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在21世纪已经过时了，现在是选票箱里出政权。今天的革命是可以从选票里生长出来的。他的终极目标是建设一个没有警察、没有监狱、没有国家的世界，但不是通过革命，而是从体制内部瓦解体制。简的故事讲完了，我们来想一想这个人物在图尔钦的理论里意味着什么。简不是一个抢不到椅子的失败者，以他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资源，他完全可以沿着父亲的路线走进精英阶层的核心。把他推向体制对立面的不是物质上、经济上的受挫，而是精英竞争本身的极端残酷和荒谬。从私校的军备竞赛到藤校赛道的空虚感，再到占领华尔街被镇压的切肤之痛。也就是说呢，精英过剩制造出来的反精英，其实不只有那些抢输了的人，也有那种看透了这场游戏，觉得这整个游戏本身就是一种暴力的那些人。而后者往往更加危险，因为他们是赢家，他们有资源、有教育、有组织能力，而且他们还带着一种道德上的确信感。我读完简这个故事之后挺受震动的。如果你关注了我比较长的时间，那肯定知道我自己是比较认可保守派的那些政治和经济理念的，我不喜欢今天极端左翼那些东西。但是托尔钦虚构的这个简的故事，让我看到了他们内心中更加深层次、更加微妙的一些东西。简是左翼的反精英，而在右翼的那一端有一个真实的对照，那就是川普2016年竞选总统的时候的首席策略师，后来做过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的史蒂夫·班农。
班农出生在弗吉尼亚工人家庭，拿到了乔治城大学硕士和哈佛 MBA， 在高盛做过投资银行家。但他在精英圈子里待过之后，不是融入了这个圈子，而是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厌恶。他自称列宁主义者，公开宣称要摧毁今天的整个建制派。简和班农在几乎所有的文化议题上都是死对头，但是有一件事情他们殊途同归，他们都要掀翻桌子。左边一个简，右边一个班农，中间还有一大批没有他们那么极端，但是同样焦虑、同样不满的过剩精英。当这些人开始向底层寻找政治资源，把自己的野心和底层的愤怒嫁接在一起的时候，那才是一个社会真正走到悬崖边的时刻。如果你觉得这个判断太耸人听闻，那我们不妨看看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真实案例。2014年，乌克兰爆发了广场革命，很多人以为那是一场底层民众的起义，但实际上，乌克兰的崩溃本质上是精英内斗的结果。苏联解体之后，乌克兰被几大寡头集团瓜分。总统亚努科维奇上台之后，试图把财富集中到自己的家族手里，直接威胁了其他寡头的利益。当民众在广场上抗议的时候，那些被激怒的寡头们迅速切断了对总统的支持，他们控制的电视台一夜之间转向反对派，他们安排在议会里的代表集体倒戈。安全部队一看高层分裂了，立刻撤离。亚努科维奇的权力网络在几天之内就瓦解了，只能连夜出逃。然后我们来对比白俄罗斯。2020年的时候，白俄罗斯也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民众抗议，规模完全不亚于乌克兰。但是白俄罗斯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私有化，没有寡头阶层，精英内部是没有分裂的。结果呢，不管底层闹得多凶，安全部队纹丝不动，卢卡申科政权安然无恙。这两个案例放在一起，土耳其的论点就变得无比清晰。底层的愤怒只是火星，精英的分裂才是火药库。那讲完了精英过剩在今天的美国是长什么样子的，你可能会想，这些问题是不是现代社会特有的呢？毕竟像是全球化啊、金融资本主义啊，这些都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东西。但土耳其会告诉你，错了，美国自己其实就经历过一次跟今天几乎一模一样的局面，那就是19世纪中叶1850年代。而那一次美国走到了最坏的结局，那就是爆发了南北战争，60万人死亡，迄今为止仍然是美国死亡人数最多的战争。我们来对比一下两组数据。先来看民众的困窘。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那几十年，美国的人口从500万暴涨到2300万，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工人的议价能力被不断的稀释。从1820年代到1860年代，美国工人的相对工资下降了将近50%。这个数字是不是听起来特别耳熟啊？从1970年代到现在，同样的指标也几乎腰斩了。我们前面提过，这两段历史间隔了160年，但曲线几乎是完全重合的。南北战争前那一次工资下降造成的后果比今天还要更加惨烈，美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下降了8年，社会秩序也在明显的恶化。1820年到1825年，全美只发生了1起有人死亡的城市骚乱。到了内战前夕的1855到1860年，这个数字暴增到了38起。反对移民的一无所知党也是在这个时期崛起。你看，连反移民的浪潮剧本都是一样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精英阶层的膨胀、分裂和过剩。1800年前后，全美的100万富翁只有个位数，那时候的100万美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10亿美元这些是巨富。到了1850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就增长到了大约100个。这些新兴的富翁来自于矿业、铁路和钢铁。新兴的工业富豪和南方种植园的那些旧贵族之间，他们的利益冲突越来越尖锐。这些新兴的工业精英要高关税来保护工业，而那些旧精英要低关税出口棉花。新精英要联邦投资建设铁路，旧精英反对。这两波精英在经济利益上水火不容。与此同时呢，全美的律师数量暴增。那个年代当律师不需要法学院学位，门槛比较低。于是呢，大量的商人子弟就涌入了法律行业，而律师直到今天都是美国最主要的从政跳板。精英候选人的队伍就这样越来越庞大，但是众议院的席位从1835年以后就基本没有再增长了，抢椅子的那个游戏变得越来越白热化，国会里开始出现暴力事件。
1856年，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员布鲁克斯冲进参议院，把一个他的政敌打到重伤。还有一次，有一位纽约州的议员口袋里的手枪不小心掉了出来，差点在国会大厅引发一场枪战。正是在这个精英混战、底层躁动的局面里，林肯登场了。林肯出身非常卑微，他是自学成才的。他是从当时还算是美国西北边疆的伊利诺伊州，从一个乡村律师起步的。他输掉的选举其实比赢的要多得多甚至一度精神崩溃一度想要放弃政治直到大选前夕都没有多少人真的认真的考虑过他会当上总统。但是林肯非常精准地找到了两股力量的交汇点。首先是精英这边，他代表的是北方新兴的工商业精英，他们需要一个代理人来打破那些南方旧贵族对联邦政府的垄断。而与此同时呢，林肯也非常精准地动员了一股底层的力量，不是那种笼统的穷人的愤怒，而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恐惧，那就是北方白人工人害怕奴隶制向新州扩张。这其实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在那个时候大多数北方白人其实并不真的为黑人奴隶的命运揪心，这其实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新的州也实行奴隶制，那就意味着他们这些自由劳动力就要和那些免费的奴隶劳动力来竞争，那他们的饭碗就保不住了。所以为了精准地迎合这些北方的精英和底层，林肯一开始的政治纲领并不是废除奴隶制，而是要阻止它的扩张。他攻击的靶子根本不是奴隶制本身，而是奴隶主的权力垄断。这就是一个教科书式的反精英动员底层愤怒的案例。林肯本人是精英过剩浪潮中涌入政坛的大量律师之一，他的政治纲领精确地对接了底层的经济焦虑，他挑战的是旧精英阶层的权力垄断。结果林肯在所有人都不把他当回事的前提下拿到了总统大位，然后南方脱离了联邦，内战爆发。这跟川普的故事是不是有很多相似点？2016年，川普也是在几乎没有人把他当回事的前提下，最后赢得了总统大位。他动员的底层力量也不是笼统的穷人的愤怒，而是铁锈带白人工人对全球化和移民的这种具体的恐惧。这和160年前北方工人害怕被奴隶劳动力取代，本质上是同一种恐惧。这样两个不可能的总统是被同一组结构性的力量推上权力巅峰的。甚至于林肯和川普在位时的名声都是差不多的。今天你不骂一句川普都没有办法在美国的知识精英阶层里混，而林肯的遭遇居然差不多。林肯是死后才被封神的。如果你去看林肯在位时的报纸，那你会发现他几乎就是美国历史上在位时最不受欢迎的总统。然后我们可以顺便提一下，跟美国南北战争同一时期的中国其实也在上演完全相同的戏码。清代中国的人口翻了4倍，但科举制度制造了过剩的精英，因为官位几乎没有增加嘛。4次落榜的洪秀全就是中国版的抢椅子游戏里典型的失败者，典型的过剩的精英。他后来创立了太平天国，动员了大量饥饿的底层农民，引爆了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内战。太平天国的高层领导里超过一半是落榜的科举考生。所以精英过剩加民众困窘等于社会崩溃，这个公式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特产，它在19世纪中叶同时在美国和中国上演了。那么如果精英过剩加民众困窘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历史规律，一个社会走到了这一步之后最终会怎么样呢？有没有不用打一场内战的出路呢？图尔钦和他的团队建立了一个数据库，里面收录了100个历史上的社会危机案例。他们逐一分析了这些社会危机最后的结局。统计的结果相当不让人乐观了。75%的危机是以革命或者内战收场的， 60% 导致了国家解体，要么是被外敌吞并，要么是自行分裂成了碎片。 40% 的统治者是被暗杀的。在将近2/3的案例里，精英阶层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向下坠落，从统治者变成了平民。还有1/6的案例是精英群体被直接当成了清洗对象。所以总体上来看非常的血腥，能够软着陆的凤毛麟角，但不是完全没有。图尔钦仔细研究了少数的成功案例，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那就是都是精英阶层在巨大的压力下主动让步，通过真刀真枪的改革关掉了前面说过的那个财富泵，逆转了那个精英向底层吸血的机制。19世纪的英国就是一个成功度过危机的经典。当时英国同样也是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民众困窘和精英过剩，工人的实际工资从1750年就开始下滑，新兴的商业精英和旧贵族矛盾非常尖锐，社会动荡不断的升级。英国当时离革命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但是英国的精英阶层在持续将近50年的社会压力之下，一步一步的退让。1832年扩大了选举权，随后废除了人为抬高粮价的谷物法，逐渐允许工人组建工会。到1867年选举权扩展到全体男性公民的时候，最危险的阶段算是过去了。1850年之后，英国的工人的实际工资恢复增长，并且在接下来的50年里翻了一番。美国自己其实也成功过一次。上世纪初到3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轮非常严重的社会危机，贫富差距急剧扩大，政治暴力频发。但是后来精英阶层在大萧条的冲击之下被迫的醒悟，后来通过进步主义运动和罗斯福新政推行了一系列非常激烈的改革，比如说赋予工人集体谈判权，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对最高收入的那个阶层征收超过90%的税率。这些改革强行关掉了那个财富泵，开启了一个被图尔钦称为大压缩的时代，贫富差距大幅缩小，中产阶级空前壮大。这一次成功换来了20世纪后半叶半个世纪的社会稳定和全民繁荣。但是图尔钦也承认，这样的成功案例少得可怜。社会学里有一条寡头铁律，就是当一个利益集团积累了足够多的权力，他就会不可避免地开始把这种权力用来为自己谋利。这又意味着，即使一个社会成功地关掉了财富泵，这个均衡也是不稳定的。美国新政的那些改革维持了大约40年，就被新一代的精英给拆掉了。英国到了70年代中期，工人的相对工资也开始掉头向下，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让我们最后回到今天的美国。图尔钦的这个模型告诉我们，美国今天正站在一个他自己在160-170年前曾经站到过的十字路口上。上一次美国走到这里，结局是南北战争，是60万人的死亡。后来那一次上世纪上半叶的危机，是靠进步主义改革和新政勉强刹住了车。但这一次呢，财富泵今天还在全速运转，民众困窘在加深，精英过剩在加速，这两股力量的共振越来越强烈。而川普的崛起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个局面的产物。图尔钦说，川普本人并不能算是一个革命者，他是一个政治企业家。他精准地嗅到了被两党抛弃的那90%的愤怒，他借着共和党的壳把自己送进了白宫。上台之后，他确实在一些方向上打破了共和党的传统路线，他反移民、反自由贸易，搞产业政策，质疑北约，这些都直接违逆了经济精英阶层的利益。但是在另外一些方面呢，他又很乖地服务于富人，比如他的减税法案让税制变得更加有利于顶层。它是一个矛盾体，一半在挑战统治阶级，一半在讨好统治阶级。但这场转型最终会走到哪里呢？是真正的改革，还是又一轮的精英换血？图尔钦说，结果很难预料。一个社会进入到这种革命情境之后就像是一颗山上滚下来的球滚到了一片荒野上，前面有很多条路，有的通向改革，有的通向灾难，一个很小的推力就可能改变它的方向。但是你得知道往哪里推，而且得有人愿意去推。历史上那些成功软着陆的案例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精英阶层里得有足够多的人愿意牺牲短期利益，接受真正的改革，不是那种口头上的施舍，不是那种在慈善晚宴上捐了一笔钱之后的自我感动，而是实实在在的关掉那个财富泵。上世纪的美国精英做到过一次，但今天的美国精英有没有意识到自己正站在悬崖边呢？图尔钦在书的最后说了这样的一段话，他说，复杂的人类社会需要精英来运转，需要管理者、决策者、思想领袖。我们不是要消灭精英，关键是要约束他们，让他们为所有人的利益服务。这句话说起来简单，但有什么方法能够做到呢？没有人有标准答案。但是5000年的人类历史告诉我们，
做不到这一点的社会，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好了，这本《末日时代》就为你解读到这里。书籍的详细信息我已经放在了节目下方的描述栏里了，供有需要的朋友查阅。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请你点个赞、分享和订阅频道，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我是魏之超，我们下本书再见。